月黑风高，在一处荒坟野地里，一只黑猫跳到了棺材上，棺材猛地打开，尸体蹦了出来。这个被黑猫唤醒的孤魂女鬼，下一步就是要实施报复。第二天中午，书生聂云鹏和仆人二牛顶着大太阳赶路，来到一处河边，竟看到一名白衣女子站在岸上，呆呆地看着河水，似乎有什么心事。书生以为女子要寻短见，连忙上前搭话，可女子不为所动。二牛感觉到不对劲，觉得这个女子很可能是在找替死鬼。一听这话，书生慌得一批，赶紧脚底抹油跑了。天色渐晚，荒野处看到有一户人家，主仆二人准备借宿一宿。二牛敲开房门，说明了来意。开门的丫鬟小翠却表示要请示一下自家小姐。小姐名叫阿奴，听闻此事后不留情面，让小翠赶走两人。小翠无奈回到门口时，却发现两人不见了踪影。转头一看，原来两人早已经偷偷溜了进来，找了个地方呼呼大睡。小翠可怜两人，没有出言打扰。等到小翠离开，书生开始不安分了，悄悄逛起了这座宅院。他不知不觉走进了小姐阿奴的闺房，正好看见阿奴正全身赤裸躺在床上睡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裸睡居然也不关门，非礼勿视。书生刚要回避，却被醒来的阿奴叫住，怒斥书生乱闯闺房，成何体统，好心收留你们住下，谁知却是人面兽心，企图不轨。书生赶忙解释，误会，完全误会。阿奴让他快点滚蛋。就在书生刚要离开，突然又被小姐叫住。阿奴坐在床上说道，人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让公子这么看见，一丝不挂，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阿奴说的声泪俱下。书生脑回路新奇，他提出，如果小姐不嫌弃，我们两个就结为夫妻，怎么样？阿奴一听，瞬间笑逐颜开，满脸羞涩地答应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仆人二牛也是有学有样，闯进了小翠的闺房，在看光了小翠之后，说出了和书生同样的话。就这样，仆人也白得了个媳妇。天一亮，主仆二人火速赶回家举办婚礼。由于书生自幼父母双亡，便由叔父代为主持。拜完天地后，二人被送入洞房。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亲友们谁也没见到新娘子的模样，书生还是识得礼数。第二天便带着新娘阿奴见过各位长辈，其中一个亲戚看到小翠后眼睛都直了。二牛推了他一下，直言那是他老婆。长辈们都夸二牛有福气，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。等到阿奴来到大堂，长辈们恐惧不已，仿佛见到鬼似的，话都没说完就跑了。书生还以为是媳妇冷落了亲友，于是上门一一道歉，希望多多包涵。二婶没有太多计较，还特地送给他一套衣裳，衣裳里面绣着一个钟馗，说是当地的道士给出的主意，保平安。书生并未过多在意，穿在了身上。晚上，书生秉烛夜读，一旁新婚的二牛和小翠却在卿卿我我。小翠有些不好意思，便关上了窗户。这时送茶的阿奴刚一进门，就感觉到书生有些不对劲，立马跑了出去。书生以为他是思念父母，便将阿奴搂在怀里，好心安慰。谁知这时书生背后突然冒出滚滚红烟，持剑的钟馗闪现，对着阿奴大笑不止。阿奴分出灵魂，想要逃跑，可根本跑不掉。钟馗几剑刺过去，阿奴没有招架之力，只能又回到肉身，并让书生赶紧脱掉袍子。书生不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随后阿奴扔出烛火，把袍子烧毁，一阵浓烟袭来，钟馗消失不见。看着诡异的浓烟，书生还以为是已故的母亲生气了，便提出明天就去母亲坟前祭拜。阿奴却表示自己害怕坟墓，无奈的书生只能带上二牛祭拜母亲。好巧不巧，一个老道长路过，看出书生印堂发黑，精神萎靡，推断他肯定是被鬼迷惑了。书生有些诧异，跟着道长回到家。道长拿出了一幅美女图，问书生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。书生认出画中女子不就是他的新婚妻子阿奴吗？道长告诉书生，这个女子早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老一辈的人都认识，难怪结婚当天亲戚朋友都被吓跑了。道长开始科普一下来龙去脉。女子本名叫冯爱娇，20年前冯爱娇跟随父母出门探亲，谁知路上遇到了强盗，钱财一扫而空，父母也被残忍杀害。强盗看冯爱娇美艳动人，就想强暴她，结果因为心急不小心刺死了她。可即便是死了，冯爱娇也没能逃出强盗的手心。强盗扒光了她的衣服，侮辱了她，体验完后就将赤裸尸体抛尸荒野。道长还说，鬼睡觉都会保持着死前模样。临走前，道长赠送书生一只银鬼箫，说只要吹动，鬼怪就会现身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书生让二牛去坟地里吹箫，看看灵不灵验。半夜3更，壮着胆子的二牛吹响了箫，结果吹着吹着，阿奴的鬼魂直接飘了过来，二牛吓得半死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气喘吁吁的他赶到道长家里，道长得知后来到坟地，施展了驱鬼大法，召唤出4个鬼差，将阿奴团团围住。但由于阿奴怨气太深，直接逃出了包围圈，不见了踪影。道长说这女鬼道行深厚，需要另想办法。对道长的话，书生将信将疑。
不仅如此，道长还教给书生驱鬼的咒语，如果咒语失败，就用牙吸血，只要用这2个方法，自保没有问题。书生刚回到家，就看到媳妇又在裸睡，书生开始疑惑，忍不住吐槽：这年头怎么女人都喜欢裸睡？媳妇告诉他，这样睡很舒服啊。这话说的还真是没毛病。他问阿奴，为什么成亲之前，你一个单身女子会住在荒山野地里呢？阿奴解释说，自己无父无母的，怕被欺负，所以才独居在偏僻地带。可这话并没有打消书生的疑虑。早上，书生带着阿奴游玩时，念起了咒语，想确认一下阿奴是不是鬼。阿奴只感觉头重脚轻，几乎要晕倒。他一遍遍地问书生，自己真的是鬼吗？书生突然大笑起来。现在他知道了，阿奴不是鬼，因为鬼在太阳底下是没有影子的，而阿奴却有影子。阿奴表示，道行深的鬼在太阳底下也可以有影子的。如果自己真的是鬼，你怕不怕？书生十分笃定，阿奴绝对不是鬼。一旁的二牛看在眼里，开始怀疑起自己老婆小翠。如果阿奴是鬼，那小翠不也是鬼吗？正好小翠提着篮子走了过来，看到她阳光下明晃晃的影子，二牛才松了口气。可一转头就看到小翠的身影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，又莫名其妙的出现。二牛心里又打起了鼓，不放心的他来到大街上找算命先生算上一卦。先生看了一眼，就断定二牛被鬼缠了，而且女鬼马上就会来叫他。这时小翠叫了二牛一声，二牛被吓得拔腿就跑，钱都没有给。书生看到后连忙劝解了小两口，不要整天疑神疑鬼。二牛只好不情不愿地带着小翠回家。这时一旁的大叔王长寿在看到路上招魂的老妇人之后，心里有些担心。到了晚上，王长寿提着灯笼去了坟地，想确认一下冯玉娇的棺材是否完好，结果遇到了女鬼，被当场吓死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镇子，书生的二叔和三叔都害怕的不行，因为死去的王长寿就是曾经那伙杀人强盗中的一员。二叔和三叔也是，二叔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，三叔觉得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主动出击，来个挫骨扬灰，看女鬼还怎么报仇。说干就干，三叔纠结了一批人，挖开冯爱娇的坟墓，仔细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，这引来了三叔的怀疑。三叔断定女鬼一定附身在了阿奴身上，因为阿奴和冯爱娇长得一模一样，于是带人围住阿奴，不由分说的将阿奴绑了起来。只要将阿奴当众烧死，女鬼也就不复存在了。阿奴是鬼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村民们义愤填膺，高喊着要烧死阿奴。村长请示了一波二郎神，三叔却有些等不及了，他假传二郎神的旨意，让村民们立马烧掉阿奴。愚昧的村民同意了这个观点，好在书生及时赶到，拦下了要动手的众人。在书生的央求下，村长再次请示二郎神，这次二郎神显灵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不报，时辰未到。一番谜语下来，村民们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另一边，二牛在得知阿奴是鬼后，害怕不已，担心自己的妻子也是鬼，于是他去道长家里求得一把桃木剑，放在床头。晚上小翠回来后，二牛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，不敢吱声。见此情景，小翠生气地折断桃木剑，开始宽衣解带，要和二牛缠绵。二牛一看，瞬间来了兴致，把所有的恐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什么鬼不鬼的，无所谓了，我还色鬼呢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。深夜得到二郎神指点的阿奴开始无所顾忌地报起了仇，他化作真身去找二叔算账。二叔看到阿奴后完全被吓傻，变成一副疯癫的模样，在怒骂周围人都是强盗后，便一头撞死在了柱子上。与此同时，房间里的书生发现了阿奴的衣服，他不动声色躺回床上。等到阿奴回来后，书生一个劲地对阿奴求饶，让他放过自己。回过神来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他用了做噩梦这个借口，成功蒙骗过去。天亮之后，书生拿着衣服去找道长，却发现道长不在家，晚上才会回来。不过道长的女儿还是给了书生几张符纸，让他贴在门窗，女鬼便不敢进屋。回到家的书生按照吩咐，将符纸贴在房间的各个角落。晚上，阿奴又开始行动，这次的目标是三叔。只见他勾走了三叔的魂魄，将魂魄困在了扇子里。回来后的他发现了不对劲，周围的符咒照得他睁不开眼。恰好此时，书生又念起了咒语，阿奴耐着性子让书生开门。书生终于撕破了脸，坦言阿奴的真实身份就是冯爱娇。听闻此言，满脸怒气的阿奴现出了女鬼冯爱娇的真身。二牛碰巧路过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阿奴法力高深，让所有符纸自燃起来，之后便闯进了屋子。没办法，书生只能放出大招，使用牙吸血射在阿奴身上，赶跑了他。魂魄无处可去，只好回到了阿奴肉体上。下一秒，阿奴就从床上醒来，承认自己确实是怨鬼附身，仅仅是为了复仇，绝不伤害无辜之人。受伤的他恳求书生念在夫妻的情面上烧掉纸扇，书生答应了。他不知道一同烧掉的还有三叔的魂魄。
三叔挣扎过后一命呜呼。就在以为要大结局的时候，道长突然赶到，催动起了夺命铃铛。受不了的阿奴只能仓皇逃命。二牛在亲眼看到阿奴是鬼后，怀疑自己的妻子也是鬼，他也用上牙吸血对着小翠射了一口。满脸血的小翠怒不可遏，直接扇了二牛一个大嘴巴子。二牛不怒反喜，现在他才确认自己的妻子不是鬼。小翠坦言自己也是在深山里撞见阿奴的。另一边，道长还在穷追女鬼，女鬼大仇已报，跑到了和书生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离开肉身后飘然而去。赶到了道长和书生发现了冯爱娇的尸骨，一旁还躺着阿奴。如今的阿奴不是鬼，而是人，只是因为长得像冯爱娇，才会被女鬼附身，身体不受控制。阿奴还记得自己之前就嫁给了书生，可书生却还惦记着女鬼冯爱娇，他追了出去，试图找到冯爱娇的身影。这部邵氏鬼片《鬼新娘》由周旭江执导，邢慧杨帆主演，于1972年上映。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别的，生活中男女主角后来的命运都很坎坷，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一个精神错乱杀人，另一个则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